哎呀！不小子，站住站住！你骑这么快，摔着怎么办啊？你怎么一天的惦记打工去啊？那打工多辛苦啊！爷爷，我都已经18岁了，我是成年人了。甜甜快过生日了，我要用自己亲手赚的钱给她买礼物。爷爷和姐姐们管我管得那么严，要是知道我交了女朋友，一定会刨根问底，万一再吓到甜甜。小弟，打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个是大姐的黑金 VIP 卡，不限额，拿去随便刷。大姐，小弟独占陆氏股份40%，他会没钱花。小弟啊，你是不是想提前去社会上历练？要不这样，你来二姐的实验室，去当个博士助理，怎么样？大孙子，你要不想听你大姐二姐的建议，等你3姐回来，把你带到娱乐圈里，把你弄个大明星当，这打工多辛苦啊！爷爷，大姐二姐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像管小孩一样管我？我有自己的安排。小弟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大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谈恋爱？真的？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哎，不过晨晨，你现在岁数还小，谈恋爱啊一定要多加小心，要有自己的判断。咱们是个大家族，你从小啊就心地善良，又受到家里人的保护，在外面尤其容易受骗呢。哎呦，我真的没有谈恋爱。甜甜那么单纯，她连我是陆氏少爷的身份都还不知道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我打工快迟到了，你们快各忙各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！晨晨，小弟，小心点啊！这是和甜甜第一次约会时留下的易拉罐拉环，我专门找凯瑟琳阿姨设计成了戒指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用自己赚的钱准备的礼物，甜甜一定会喜欢的。小少爷，今天不是您的最后一天班吗？您可以不用来的呀。那不行，说2个月就是2个月，差1天也不行。这明明是首富家的贵公子，却偏偏要来自己的酒店里面当服务员，这富贵人家的生活呀，真是别出心裁。一凡，这个呢就是海市排名第1的国珍餐厅，它可是会员制，一般人可进不来啊。谢叔叔，我听我爸爸说过，这里的会员净资产都是上千万起。那可不，爸，我姐过生日，你给她订了一个这么好的餐厅，我过生日都不给我订，真偏心。哎，还不是人一凡面子大呀，不然我才不会大费周章的。哦，原来是因为一凡哥，一凡哥，那我可沾了你的光了。少轩，今天是甜甜的生日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那一凡哥，我们进去吧，走。女士，跟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酒店的名酒麦卡伦1926。哎，那不是甜甜男朋友吗？怎么是当服务员啊？甜甜男朋友？怎么可能？我姐怎么可能找个服务员当男朋友？一凡说的是真的。贵宾你好，叫他过来伺候。爸，你少爷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那边有几个人点名道姓让你过去伺候，我看啊来者不善，要不我帮你把他们拒绝了。没事，我待会儿过去看看。一凡呢？这呢就是国珍餐厅最豪华、最有名的罗曼尼厅包间，我们进去吧。你好，先生，这是 SVIP 的专属包间，你们不能进。哦，是吗？我们是这儿的 VIP， 凭什么不能进啊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餐厅的规矩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哎，叔叔，要不还是算了，这的确是 SVIP 才能进的。哎，不行，越是不让我进，我就越要进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张经理，这几位 VIP 想进罗曼尼厅。看好，把这个门打开，我们要进去。先生你好，您这是 VIP， 我们罗曼尼厅只有 SVIP 才能进。甜甜，子晨，
你耳聋了吗？赶紧带我们进罗曼尼厅。请进。这还差不多。哈，不愧是顶级包间啊，可真够豪华的呀！谢叔叔，没想到你的面子这么大，能让我们到罗曼尼厅来用餐。一帆哥，你以后啊要佩服我爸的地方可多了去了。哼，这某些人啊，脸皮可真够厚，一进来就坐享其成。这某些人啊，脸皮可真够厚，一进来就坐享其成。陆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里工作。爸，少轩，这位是我男朋友陆晨，也是我的大学同学。陆晨，这位是我爸，那是我弟。叔叔好，弟弟好。甜甜，谈男朋友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爸，我是想过段时间再介绍给你认识的嘛。陆晨他只是在这兼职，他很优秀的，每年都拿奖学金，而且他还……奖学金？那有多少钱？够我买一件衣服的吗？切，你这身衣服是去年 DL 价的高定，价格应该在3万到5万。我一年的奖学金只有2万，确实不够买你一身衣服的。没想到你一个穷酸的大学生这么了解奢侈品，是不是骗我姐你买过啊？少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陆晨才没有。难登大雅之堂。陆晨，我来帮你。雪甜，你给我坐下。我娇生惯养的女儿在这里端盘子，像什么话？没事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走，陆晨，我们一起吃。哎，这可是海市排名第1的餐厅，像他你就以服务员的身份才能进来，也配坐下来吃？少轩，陆晨是我的男朋友，你能不能对他客气一点？陆晨，我弟他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们坐。对了，甜甜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你打开看一下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留下的易拉罐拉环吗？你把它做成戒指了，好漂亮啊！姐，这玩意连个 logo 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个地摊货，用来哄你这个傻白甜的。这不是地摊货，这是我专门找设计师定制过的。你一个服务员还买得起定制的东西啊？这是陆晨的心意，我很喜欢。行了，别吵了，大家吃饭，好好吃饭。我们还没点酒呢，来，你来点吧。也让他点酒，他懂酒吗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肯定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吧？这儿的菜单啊，可都是外文，你肯定看不懂。还有这儿的酒，这价格可贵了，别把你给吓坏了。还是我来吧。服务员，来一瓶你们这最贵的，我经常喝的山崎55。好的，先生。哎呀，你这没毕业啊，就出来当服务员，勤工俭学，家里一定很困难吧？我家里不困难，叔叔，只是我现在成年了，可以养活自己，所以我不想花家里的钱。我还挺欣赏你的独立的，我也不想打击你们年轻人。不过独木难成林，没有一个好的家庭背景作为支撑，一个人是很难以有成就的。我呢，已经帮甜甜安排好接下来她要走的路，等她一毕业，就回来接管家族的公司。爸，我离毕业还早呢。小伙子，家里几个人呢？都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家里做一点小生意，有一个爷爷和3个姐姐。3个姐姐，阴水阳衰嘛，难怪跑出来做服务员呢。家里做小生意恐怕赚不了多少钱吧，到时候家产都分不了多少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忘了，像你这样的家庭情况，也没什么家产可以分嘛。我3个姐姐对我很好，你们不要胡乱猜测我家里的情况。你们吃饭就吃饭，为什么总是针对陆晨？没事的，
甜甜，干什么？叔叔，你没事吧？陆晨，你干什么？是你先使坏，你反倒恶人先告状。行了，我晚上还要参加陆家的晚宴，陆家的大小姐最注重礼节，你一个脏人这样还怎么去啊？叔叔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都怪陆晨这个小子。哎，是干什么？这样就好了。爸，你看陆晨这个心思和动手能力，绝了！我去趟洗手间。叔叔，我陪你去。我手机落在洗手间了，去给我拿一下。好。不是忘拿手机吗？这就走了？叔叔，抱歉，没有找到你的手机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解决事情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根本不需要你那种上不了台面的招数。认清现实吧，土包子，你跟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姐姐，你心里要明白，这选老公得要擦亮眼睛，别忘了你一直要追求的前程是。别让我再三提醒。走，只有没上过台的人才需要台面，真正有涵养的人是不会随意践踏别人。叔叔，谢谢你的款待，改天我再去看你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对了，谢先生，我们博真最贵的酒不是山崎五五，而是麦卡伦1926。陆晨，对不起啊，臭丫头，快上车！我也不知道我弟和我爸怎么了，平时他们不这样的。没关系的，甜甜，只要你陪着我，任何困难我都不会畏惧。陆晨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永远在你身边。爸，我姐被这个男的给迷得五迷三道的，居然为了他顶撞你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，咱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吧。你跟我女儿门不当户不对，我要你离开甜甜，不许再纠缠她。叔叔，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厅说这些，甜甜她知道吗？她的意见不重要，她还年轻，她根本不知道作为谢家长女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我们谢家在海市那可是实打实的豪门，像你这种出身也配觊觎甜甜，入赘我都不要。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之前听大姐提过，海氏谢家早已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豪门。我呢，已经把甜甜许配给同样是豪门世家的盛家大少盛一凡。论家世，论学历，论外表，都不是你能相提并论的。这里是100万，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异想天开，拿上这笔钱，立刻马上离开甜甜，否则我会让你身败名裂，在海市寸步难行。不够？哼，哦，再加200万，一共300万，这总够了吧？年轻人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用钱来砸人？像你们这种人，不是应该庆幸有人愿意拿钱砸你？原来在您心里，您女儿的幸福只值300，但是在我这里，她的幸福比任何筹码都珍贵。抱歉，我不会离开甜甜。爱情，你们年轻人的爱情根本不值钱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们家根本就配不上我们谢家。
那您知道我的家庭是什么情况吗？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甜甜没告诉你吧，她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。她要是真的爱你的话，她会抛下离开你吗？甜甜，你是不是要出国留学了？你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一开始是打算告诉你的，但是我怕你反对嘛。你也知道，生物医药这个专业只有留学，将来才有更大的作为。你知道的，我的理想就是想让更多人吃上更便宜、更有效的药。我肯定会支持你的，只是你不应该瞒着我。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从前总担心爷爷和姐姐们瞧不上甜甜，幸而她素来有志气。待甜甜学业有成归来，我就向甜甜求婚。陆晨，我发誓，我出国之后绝对一门心思的学习。等我一毕业回来，咱俩就结婚，我非你不嫁。我等你。甜甜，这次出国留学要好好学习，学成归来以后，爹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，再接管家里的企业。时间不早了，该登基了。甜甜，这男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甜甜，接天，该登基了。陆晨，你要乖乖等我回来啊。甜甜已经走了，他这一去就是5年，你们没有可能的，赶紧放手啊！我会等到他回来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啊！一个服务员还想攀龙附凤的挤进豪门，白日做梦！三姐，怎么会这么巧？陆星，陆星，陆星！见到我你跑什么呢？晨晨，你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呀？需要不需要爷爷和姐姐们帮助你？爷爷，不用了，我新注册了一家公司，专门做生物医药的，你们不用帮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不愧是爷爷的大孙子啊，都会自己办公司了，有志气。我要给甜甜铺路，等她回来就把公司交给她。爷爷，我晚会儿还要上课，我就先去上课了。爷爷，姐姐们，拜拜。哎，我让司机送你啊。这孩子陆晨最近谈了女朋友，所以有些话不方便对您说。真交女朋友了？谁啊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放心吧，他现在还小，只是玩玩罢了。哦，而且他那个女朋友谈不长。你们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去机场吗？就是为了送他女朋友出国。什么？我还以为小弟是来接我的。你们知道谁跟他女朋友一块出国吗？谁？盛家的大儿子盛一凡。小陈女朋友家里是做医疗生意的，而盛家掌握了很多核心技术，他们两家利益捆绑不浅了。这个女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居然欺负到我小弟头上，我现在去找她算账。别急，陈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有些事儿必须他亲自经历才能够成长啊。谢谢大家。甜甜在干嘛呢？我最近在一家公司实习，公司的人对我特别好。甜甜，我想你了，甜甜，你想我了没有呢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导师找我了。一凡，
陆总，5年前，我瞒着甜甜成立了甜橙药业，而她也成为了德国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。有了这些，爷爷和姐姐们一定可以接受她。今晚我邀请到我的家人来当我的证婚人。甜甜，今晚我会告诉你我真正的身份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当然是欢迎甜甜回国啊！我们这可是上流社会，不是你一个乡下穷鬼该来的地方。5年了，你还不死心啊？现在的甜甜可不是5年前的甜甜了。你不会还在做着成为谢家女婿的美梦吧？不过啊，你今天来了也好，正好看一看你和我们上流人士之间的巨大差距。你说的对，你和我之间确实有差距。陆晨，我发誓，我出国之后绝对一门心思的学习。等我一毕业回来，咱俩就结婚，我非你不嫁。各位贵宾，下午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归国宴。谢家大小姐真是风华绝代，才貌双全啊！据说前不久还被甜橙药业看中，还邀她一起合作呢。你说的是那个甜橙集团，就是5年前在行业中异军突起，发展势头迅猛，如今已成为药业领域中当之无愧领头羊的那个甜橙集团。甜甜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那谢氏家族岂不是从普通家族直接晋升为超级家族了？看到了吧，你现在跟我姐的差距啊，可是越来越大了。那你没打听打听这个邀约是谁给的吗？当然是甜橙药业的董事长了，难不成还能是你呀？首先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甜橙药业的董事长钦定我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，而且要与我们谢家签订价值1000万的长期订单。天哪，1000万的订单，太羡慕了！谢氏居然得到甜橙集团董事长的青睐，听说那个董事长年轻有为，才俊无双，不会是看上谢小姐了吧？甜甜呢，明天就正式任职甜橙药业了，恭喜啊！然后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喜讯，在我留学期间，一直有一位男孩在背后默默付出5年，一直在等我留学归来。在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里，我想请各位做个见证，我谢甜要向这位男士求婚。天，本来是我想向谢甜求婚的，没想到被他抢先了。不知道哪个男人能有幸成为谢家的女婿呢？是啊，好期待呀！我爷爷跟姐姐们什么时候到啊？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一定要有他们见证。他就是盛世集团的继承人，我的爱人盛一凡，我的爱人盛一凡。等我一毕业回来，咱俩就结婚，我非你不嫁。甜甜，谢家千金的女婿居然是盛世的大少爷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谢家不仅签了合同，还和盛家强强联手，这谢家是要一飞冲天了。甜甜，哈哈，看到了吧，自不量力的家伙，现在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吧？甜甜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盛一凡，他就是我要共度一生的男人。过几天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。叶姐，今天是陈震主动要求咱们参加宴会的，我不管你们手头上有什么事儿，都给我放下。
一定要准时到啊！爷爷，小陈是我的宝贝弟弟，您的心头肉，我怎么可能会不去呢？用得着您说吗？我提前半个月就把所有的通告全都推掉了。爷爷，你放心，小弟的事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我现在马上就过来。5年前我们约定好的，你从国外回来，我们就结婚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能给我个解释吗？陆晨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有些事情你早该看清楚。我清楚什么？陆晨，你非要让我把话说的这么明白吗？你能不能好好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啊？无论是我们的身世背景，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天壤之别。你现在还妄想跟我在一起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和一凡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的约定呢？那是以前，人是会变的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，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只有一凡才能给我想要的幸福。原来如此，这陆晨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居然还想跟盛少爷抢女朋友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那谢家小姐能看上他才怪呢。怎么啦？被心爱的女人抛弃的滋味可不好受吧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死了这份心吧。谢天，原来在你心里，钱、权和地位比真心更重要。真心？陆晨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！我谢田现在是谢氏集团的总裁，而且还得到了田城药业的邀请，有1000万的订单在等着我。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？而一凡是盛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只有他这样的男人才配与我相伴终身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配不上你？对，没错，你就是配不上他，只有我才是最合适的。陆晨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理解我、支持我。现在撕破脸皮，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。趁现在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，请你离开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和我们家甜甜根本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没可能的。一个底层的服务员还想攀龙附凤的挤进豪门，赶紧滚吧，别缠着我姐不放了好吗？如果你想留下来喝杯喜酒，那我十分欢迎。但你要是再继续胡搅蛮缠的话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谢田，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你付出了什么吗？我听说了，你这5年来为我创办了一间公司，我很感动。但是可惜啊，这种小公司对我来说毫无触点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想以这种方式加入我们谢家。哈哈哈哈，这种小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就是个笑话。你说的对，这确实是一个笑话。谢天，这些年算我眼拙，你们谢家永远得不到这些股份。谢天，你一定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这陆晨到底什么来着？居然敢这么跟谢家千金说话！谁知道呢？看着穿的样子，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谢家千金变心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来，我们啊，继续我们的宴会。今天啊，是甜甜的归国宴，我们大家呀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啊，对，对呀，别因为他少了大家的兴致啊！
就是。陆晨，喝杯酒再走。哎呦，我腿好疼啊！哎呦，居然敢打我儿子！告诉你，你们盛家跟你没完！陆晨，你就算是对我有气，也不应该伤害一凡。我都没碰到他，你说我伤害他？够了！你们俩之前什么关系，我不想管也管不着。现在影响到我儿子，我要你马上解决这个畜生！陆晨，识相点的，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里闹事。你们污蔑我，还让我滚出去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姐夫今天有3长2短，我让你爬着给我出去！你敢打我！够了，陆晨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而且这本来就是你的错。我的错，这是晨晨头一次请咱们吃饭啊！是啊，咱们也好吃好喝。哎，都听您的。好，你就是一只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你怎么还有点积蓄待在这儿？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像你这种攀龙附凤、爱慕虚荣的人，就应该受到教训。赶紧从这给我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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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给我滚开！我的女神陆星，这不是陆家二小姐，顶级科研教授陆月吗？那不是陆氏集团现任董事长陆家大小姐陆飞吗？啊，她是海市首富陆鸿生。我看谁敢欺负我弟弟！我看谁敢动我陆鸿生的孙子！这陆家的人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谁是他孙子？谁把你生成这个样子的？姐，小弟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，让你受欺负了。谁欺负你了？姐姐们替你收拾他。他是谁呀？能让陆星对他这么好，而且大小姐和二小姐都对他这么好，是啊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刚刚首富说谁敢动他的孙子，难不成首富的孙子就是？难道陆晨真的是？不可能，他要是首富的孙子，他怎么可能断盘子挣学费嘛？说的对，大概只是认识陆家人罢了。晨晨，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大姐去收拾他们，我也去。动我的孙子，我让你们通通付出代价！算了，爷爷，他们都这么欺负你了，你还要护着他们？我有自己的安排。可是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是我要亲手把他们全都送进地狱，让他们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。不愧是我的好孙子，有气势有担当，爷爷支持你。谢谢爷爷。小陈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姐姐们永远支持你。我们陆家绝对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弟弟，你放心去做，有我们陆家撑腰，那些欺负你的人一个都逃不掉。哼，我们走。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把里面的人都轰出去。从今以后，我们陆氏集团旗下的酒店拒不接待谢家人和盛家人。是。哼。我就说他不是首富的孙子吧，还不是灰溜溜的就走了？就是，但他怎么跟陆家人在一起啊？大概只是眼熟罢了。他就是一个爱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，早就该滚了。还好陆晨没有继续纠缠。一凡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大碍。
抱歉，酒店停止营业，请诸位离开。停止营业？凭什么？就是我们明明都已经交过钱了，你说不营业就不营业啊？钱和违约金会退回到账户上，赶他们走！哎，你算哪个葱啊？跟我走！哎，你等着！哎，有你们这算哪个葱？你们在我房间里干嘛？姐姐们怕你受欺负，所以以后都决定陪你上班。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时时刻刻在你身边，才让你受了委屈。我没有怪你们，我在自己的公司上班，是我自己的地盘，怎么会有人欺负我呢？小弟，听话。我堂堂天成药业总裁，要是让员工知道每天有3个姐姐陪我上班，那我都像个没断奶的小孩一样。你们还会被说是伏地魔，多丢人啊！那我们3个轮流到你公司上班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们别给我添乱了。三姐，特别是你，你这个国际大明星，要是到我们公司上班，那我们公司的员工还用工作吗？那这样吧，今天由你二姐我来给你准备。No， 二姐，你也别闹了，我还有个重要的合同要签，我就先走了。小弟，陆总上午好，王氏集团的人已经到了，你要跟我一起上去吗？你先上去，找王总谈一下合作条款。我有事儿，先去办事大厅一趟。好，不过您好久都没有来公司了，这公司的人都不认识您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吧，我待会儿过去。好。这里就是甜橙药业了，这里可是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医药公司，而我谢甜马上就要成为这里的首席执行官了。甜橙药业给你安排了就职典礼，肯定很隆重。一会儿你好好表现，在员工面前树立一个好的领导形象。喂，说你呢，站着！陆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阴魂不散。陆晨，你居然还有脸跟踪我们到这儿？我看啊，你该不会是对甜甜于情未了吧？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这里是公共场合，又不是你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凭什么？哼，就凭我们甜甜马上任职甜橙药业的首席执行官，以后甜橙药业都是甜甜说了算。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当上甜橙药业的首席执行官呢？甜橙集团的董事长亲自邀请我们到这里，无比看重甜甜。我不管你是假装偶遇，还是真的在这里上班，陆晨，我告诉你，我谢甜这棵梧桐树，从来就只配携着金枝的凤凰栖息，而你，永远只是在树根下打转的蝼蚁。有什么歪心思都给我收起来，小心我让你在海市彻底消失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，别耽误了你的任职时间。你们是？您就是即将来我们公司上任的首席执行官谢甜，谢总吗？听说董事长很看重他，那我可要好好的巴结巴结他。哇，这就是新来的首席执行官吧？好像还是董事长钦点的。听说他可是德国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，真的是又有颜又有才啊！这以后除了董事长，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谢总，我就是研发部吴组的主管，你以后可以叫我小李就行了。哎，谢总，我叫小侯。小金，小张，那个谢总，我听说啊，您可是董事长钦点的，那董事长肯定非常喜欢你吧？可否教我们，让我们也得到董事长的青睐啊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董事长看上我什么了，我都没和董事长见过面呢。董事长看中我呢，当然是因为我的能力出众了。哦呦，你看看，谢总就是谢总，哎呀，凭实力说话呀。任命书董事长签字了吗？你就这么着急当谢总？任命书董事长签字了吗？
你就这么着急当谢总？这谁呀？就是你谁呀？有你说话的份啊！陆晨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怎么还跟到这来了？陆晨，这里可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流程都已经走完了，董事长这么喜欢谢总，难道会不给他签字？你是哪个层啊？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他是你们公司的人吗？不认识，我来公司已经大半年了，公司的所有员工我基本上都认识。这个人根本就没见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应该是新来的员工吧。这些年我有事儿，不常在公司，所以你们不认识我很正常。我就是甜橙药业的董事长陆晨。陆晨，这么低级的谎言你也编得出来啊？5年没见，你这个变化可真够大的，还真是比以前的品行更恶。哎，大家伙儿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是我女儿的前男友，为了不想分手，所以才追到这儿来死缠烂打，故意闹事儿。我说陆晨啊，怎么甜甜到哪你跟到哪？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跟甜甜已经订婚了，你不要再不知廉耻的当小三了。谁是小三儿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甜橙药业是我一手创办的，你们的邀请函也是我给的。不过现在我后悔了，我要收回任命书。谢天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当甜橙药业的首席执行官，甜橙药业也不欢迎你们，给我滚出去！不是陆晨，你是精神不正常吗？还是没睡醒在做白日梦啊？你说你是甜橙药业的董事长，可是在场的员工谁认识你？大家都不认识你啊！就你，你连大学的生活费都是靠你端盘子挣的，你能创办出甜橙集团这么好的公司吗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甜甜，别跟他废话了。陆晨，识相点的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别逼我叫跑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该滚的人是你们，我现在就让人把你们赶出去。好了，别在那装了。你说你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，那你怎么证明自己啊？哎，我这有一张陆总的照片。哦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竟敢冒充我们陆总！睁大眼，你看清楚，我们陆总是长这样的。岂是你一个刚毕业的小毛孩所能冒充的？这还真是完全不像啊！这甜橙集团的董事长明明是英姿飒爽、气宇轩昂，你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？你一个乡下来的土老鳖也敢冒充？你怎么证明自己？这小伙子也太搞笑了，居然敢冒充我们董事长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你脸还真大，还敢让我们谢总滚出去？我看该滚的人是你。就是，糟了，都是当初白秘书非说我年纪看着太小，穿得太幼稚，容易被合作方坑，故意给我搞得那么老成。甜橙药业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我根本不需要证明什么。不过你们这么坚持，那我可以让你们见一个人，他能证明我的身份。喂，是财务部张经理吗？你现在来一趟办事大厅，我有件事情需要处理。他真的是董事长吗？居然能直接叫来财务部经理？他真的是董事长吗？居然能直接叫来财务部经理？哼，就算你把财务部的经理找过来，又能怎么样？说不定是你提前准备好自导自演的吧？啊，哼哼。陆总，您找我。张经理，这位是李主管，他似乎对我的身份有些疑问，告诉他我是谁。李主管，这位确实是我们的董事长陆晨，陆总。不仅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，而且还是我们所有人的领导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现在都听到了吧？都知道我是谁，是否还需要我证明我的身份啊？天哪，他真的是董事长，我们居然没认出来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一定是在骗我们。对，一定是你在故弄玄虚。甜甜，别信他的。陆晨，就算你要冒充董事长，也找个好一点的理由。你怎么可能会是他？我无需冒充任何人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公司，
倒是你们未经允许擅自闯入，还想占据我的位置，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。陆总说的没错，几位，请立刻离开公司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法律的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陆总说的没错，几位，请立刻离开公司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法律的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你们都不要听他的，他根本不可能是什么董事长，他完全是在冒充。对，我们可是董事长亲自邀请的。我问你，你亲眼见到过他吗？说实话，我确实只是在视频会议中见过董事长，不过跟他长得挺像的，只不过看起来更加老成一些。哈哈，陆晨，你竟敢冒充甜橙药业的董事长，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我看你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成心来捣乱的吧？陆晨，昨天你破坏了我的归国宴，现在又来破坏我的入职典礼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，赶紧把这个土包子给我轰出去！谢总是董事长钦点的首席执行官，又给他谢家钦定了一笔价值千万的订单，这可是我巴结他谢家的好机会呀！你们两个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哎，再等等，你们两个轰出去！白秘书，我在办事大厅，你现在立刻马上下来一趟。什么？白秘书？他认识白秘书？到现在你还在演，还把白秘书给搬出来了，小子，现在赶紧滚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白秘书？白秘书是谁啊？白秘书是董事长的私人秘书，董事长创业之初啊，他就在董事长身边，深得董事长的信任。可以说，现在的甜橙药业，他可是半个化身，地位仅在董事长之下。大家不要被陆晨给骗了，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什么白秘书，而且就算白秘书在场，也会毫不留情的把这个骗子给轰出去的。是吗？现在我以甜橙药业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命令你，把这个废物给我赶出去！愣着干嘛？不想干了，还不动手！愣着干嘛？不想干了，还不动手！放开我！你们真是反了天了！陆晨啊，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，赶紧滚吧！你放心吧，甜甜是不会多看你一眼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要跟他废话，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真是晦气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一定会让你们后悔。让我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白秘书，这个人冒充董事长，还扰乱公司秩序，所以我们要把他给扔出去。冒充董事长？是的，他竟然当着这么多员工的面声称自己是董事长，简直就是无耻至极。多亏了我们谢总及时拆穿了他的伪装，我们才发现了他的真面目。多亏了谢总。没错。白秘书你好，我是今天来的首席执行官谢田。刚才就是你说要把他赶出去的。没错，我身为甜橙药业的首席执行官，想把一个冒充董事长的骗子赶出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甜甜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轰他出去？我是甜橙药业的首席执行官，这里除了董事长之外，我就是最大。你最大，也不拿出镜子好好照一照，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我不配，难道你配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仅即将成为这里的首席执行官，而且我们谢家即将签订1000万的订单。现在我要开除你，你给我滚蛋！有眼无珠说的就是你这种蠢女。对不起，陆总，我们来迟了。陆总好。什么？陆总？他真的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？不，就他怎么可能会是董事长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开什么玩笑？他不就开了一个小破公司吗？怎么可能是甜橙药业的董事长啊？对，这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他肯定不是。
白秘书都喊他陆总，我刚刚竟然要把他给赶出去。幸好你刚刚拦住了我，要不然我就得罪了陆总。这要是真得罪了陆总，那我跟判了死刑有什么区别呀？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真的是陆总？还一个端盘子的，怎么可能是田真集团的董事长？我才不信呢！白秘书，他真的是我们田真药业的董事长？所以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陆总业务繁忙，这2年不常出现在公司，但是呢，他确确实实是我们田氏药业的董事长。好了，你可以去领工资了。陆总，你饶了我求你了，陆总，带走。陆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，陆总。陆晨，你真的是田晨药业的董事长？怎么，终于认清现实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服务员，怎么可能在5年内创办田晨药业？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成就啊！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吗？为什么？怎么偏偏就是你的公司？天下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天底下确实没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因为田晨药业是从我和谢田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，谢田又是生物医药专业，所以5年前我成立了这家公司。所以你是为我成立的这个公司？你我之间门第相差太多，所以这5年内我拼命把田晨药业做到全国最强，为的就是你学成归来之后把它给你，好让家里人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没想到我的一片真心居然喂了狗。谢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送给我？原来你原本要把田晨药业送给我，田晨药业原本就是属于你的。不过我很庆幸你没有要，你不是说你看不起这家小公司吗？不，没有。难道那天的股份转让书就是……你终于想起来了，你爸不是说那份股份转让协议是个笑话吗？我说过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。谢天，这些年算我眼拙，你们谢家永远得不到这些股份，你一定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陆晨，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股份转让书就是田晨药业的，我不知道呀。看样子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我确实是有点后悔，而且我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呀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可能。谢田，陆晨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从德国生物实验室毕业的，国内根本没有人会有我这样的学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活该！谁让你辜负母陆总的真心？陆晨，我都已经放出话了，说我今天会入职田晨集团，成为你们的首席执行官的。我的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，你不能毁了我的前程。就看在我们之前8年的感情份上，你别搞错了，不是我毁了你的前途，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前途。谢田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田晨药业本来就是我们的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陆总之前是想把田晨药业送给这个渣女，真是难以置信。现在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吧？活该，这下损失的可是几千万啊！陆晨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看在我们之前8年的感情份上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够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多说一句话。你这个背信弃义、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想起曾经跟你在一起，我都觉得恶心。谢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见你。甜甜，不要求他，我表哥是王氏集团的总裁，我去求他，一样能给你一个好的工作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陆晨，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我要让他们当了我的眼。陆晨，都给我住手！表哥。
到底什么情况？他侮辱我！他侮辱我！他是谁？这位男士是王氏药业董事长的儿子王天一。没想到这个王天一居然是盛一凡的表哥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遵循王董的意见跟我们合作。这位王先生刚从国外回来，思想观念都很西方，说话做事呢也都很激进。本来王董是愿意跟我们合作，但是这位王先生不太愿意。这根本不用担心，我们田辰药业的实力是无人可及的，而且我一定拿得到铃声实验室的专利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王氏药业拒绝与你们田辰药业合作。王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作？原因是什么？你侮辱我的表弟和他的未婚妻，我当然不愿意和你合作了。王先生，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王氏药业的临床经验丰富，而我们田辰药业设备更好，我们合作属于强强联手。铃声实验室的专利，我们是势在必行。你们呀，只有搭上我们王氏药业的顺风车，才能顺利拿到铃声实验室的专利。要是没有我们王氏药业，你们田辰药业算什么东西？你们田辰药业算什么东西？王先生，我想你来之前，王董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们田辰药业在行业内的成就和地位。王先生可不要妄下定论。我来之前呀，我爸一直跟我说你有多么优秀，我现在见到了，不过如此。我告诉你，我有自己的评判，你少在这说教。王先生，这次的合作是王董亲自提出来的，希望王先生能放下对我的成见，好好了解一下这个项目，我们一定能合作共赢。少拿我爸忽悠我！我告诉你，王氏药业有我做主，我说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。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进，我很清楚王董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您真的要三思啊。好啊，那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王氏药业要的是高利润、高回报，而你们田辰药业想要低价来竞争，我们当然不愿意啊。没想到王先生是这么想的，让更多的普通人用上基因治疗针剂，拯救更多的患者，这不更好吗？我是商人，不是菩萨。你知不知道，一针基因治疗剂在美国能卖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？那我当然想拿回国内复制暴利了。表哥，好过脸。像米国这种只给有钱人看病的方式，在我们海城并不提倡。我可是米国常青藤金融系博士毕业，还是辅修医药学硕士，而你呢，只不过是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二毛二狗，拿什么跟我相提并论？真是可笑。这某些人以为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公司就能把所有人踩在脚底下，你还真是跳梁小丑啊！看来王先生是铁定不跟我们田辰药业合作了。不过你这个决定，王董他知道吗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的公司我说了算，少在这里跟我扯淡。生物医药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时间成本大，回报率低，有时候可能研发个几十年都挣不到钱。我们好不容易研发了一支有效的针剂，这钱当然应该我们挣了。赚钱当然没问题，不过做人得讲良心。现在治疗癌症和遗传病的基因针剂非常昂贵，普通的患者根本承担不起这笔治疗费用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基因治疗针剂的价格打下来，惠及到更多的普通人，而不是为了赚钱，连良心都不要了。陆晨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针基因治疗剂要是那么容易被研发攻破出来，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实验室破产了呀。就是，况且以你的能力，给我表哥提鞋都不配。他要是跟你们公司合作了，不得赔个底朝天啊！懒得跟你们废话，我们走。王先生，看在王董的份上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，你不跟我们田辰药业合作，铃声实验室的专利你肯定拿不到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威胁我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仅不会跟你们田辰药业合作，我还会把你们踢出生物药学行业。赶紧滚！陆晨，很快你们田辰药业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别跟他废话了，明天我就让你知道你死的有多惨。我们走。
黄先生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大门，你就永远别想跟我们田辰药业合作。陆总，怎么办？国内临床经验丰富的还有李氏药业，帮我联系一下李董。好。表哥，陆晨那个废物居然说你会后悔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后悔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看后悔的也是他。你看他把我和甜甜整得好惨，以后我俩肯定在这个圈里沦为笑柄，你可得帮帮我们。表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可不能坐视不管啊。天一啊，甜甜呢可是德国生化实验室的首席医学官，不用想，他的能力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是啊，表哥，甜甜很厉害的，以后咱俩还得多靠表哥提携提携。放心，明天林深实验室的招商会上，我一定会当众撕碎陆晨那小子虚伪的面孔，我要让他明白，他们田辰企业什么都不是。王总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天一啊，你和田辰药业的合作谈得怎么样了？爸，您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爸，您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这次和田辰药业的合作，你可一定要把握住了，千万不要被别人给抢走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什么破合作？我真不知道新陆那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愚蠢的儿子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要跟陆晨多接触，他能力强，经验丰富，你要多学着一点。哎，行了，天天夸他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不是吧？你怎么天天就夸别人的儿子？你儿子我也很优秀，我的学历不知道比他高多少倍。他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，你让我跟他学，他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可真是……就是啊，舅舅，他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，能教表哥什么呀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小陈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会了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？不用了，三位姐姐帮我的已经够多了。这哪儿多？每次你生日给你礼物你都不收，显得我们三位姐姐多不称职。好，那这次都听你们的。不错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和大姐给你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，会在明天的林生实验室招商峰会上送给你。这一次你可不许拒绝了，听到了没有？好，我不会拒绝的。毕竟这次我让二姐在林生实验室帮我研究了治疗基因的针剂，要是再不收你们的礼物，你们又该说我偏心了。你知道就好。对了，小陈，明天的峰会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准备妥当了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不用了，二姐，我相信你。小陈难得请我帮忙，这事儿可是千载难求，我肯定要准备的妥妥当当的，不能让我的小陈失望。看把你能的！这是明天的合作名单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增减的？把王氏药业删除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国内的医药技术比国外落后很多，通过此次峰会，能将各个企业拧在一起，取长补短，共同发展。不出3年的时间，国内的医药技术就能赶上国外的水平，到时候再也不用看国外的脸色。小陈真是长大了，越来越靠得住了。你好，我们代表田辰药业来参加今天的招商峰会。我们2个代表王氏药业阻止你进去。今天这个峰会不欢迎田辰药业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是重要嘉宾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是重要嘉宾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已经不是，而且你们来了也没有用。现在已经由王氏药业和李氏药业共同牵头，组成了一个海氏药业联盟。我们会向林生实验室申请专利，共同发展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海氏整个生物医药行业已经把你们田辰排除在外。如果还识相点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出去。那你知道今天的峰会是谁办的？我们当然知道，这次的峰会是由陆氏集团和林生实验室的负责人共同举办。难不成你想说是你举办？不管是谁举办的，跟你们都没什么关系。
赶紧给我滚！我们是受林深实验室邀请而来，你们无权阻止我们进去。让开，峰会马上就开始了，要是耽误了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峰会马上就开始了，要是耽误了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的责任就是防止你们进去捣乱。还有，今天的峰会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，赶紧滚！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出去！住手！谁给你的勇气敢动我的人？谁允许你进去的？当然是铃声实验室的人。妈的，敢动我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动我表哥，是不是活腻了？快把他拿下！你敢拦我，我为什么不敢动？今天的峰会，我禁定了。哼，想进啊？门都没有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哼，想进，门都没有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保护陆表。陆晨，今天的宴会没有你的位置，识相的就赶紧给我滚蛋！陆晨，业界的各位大佬都已经表态，只会追随我们王氏药业，跟你们田城药业不会有半点合作。没有田城药业，会有你们的今天吗？你还真是倒反天罡！他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仅是林深实验室的招商会，更是陆家少爷26岁的生日宴。到时候他们会投资这个项目，你们田城药业1分钱都别想拿！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看来今天峰会的主角是这位陆家少爷。当然，可惜呀，今天的宴会没有你的位置了。是吗？看来你还是这么自信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林总，我听说你跟王氏医药组成联盟，要将我踢出海市的医药行业。看来你是拒绝昨天我在电话里给你的合作提议了。我这正在考虑阶段，所以才没给你最终的答复。李总，我也想问你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李总，跟着田城药业可没有前途，你要好好想清楚。李总，现在全海市的医药集团都已经组成了联盟，难道你还想跟田城一样被踢出去吗？李总，降低成本，价格平民才是长久之计。李总，你想去陆城那边，我不拦着。只不过嘛，今天的招商会你可就参加不了了。李总，今天可是有陆氏的投资，你要好好考虑清楚啊。对不起，陆总，实在是抱歉，我要为我那么多的员工考虑，他们俩这么大的责任，对不起。看来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李总，只要我们签约成功，王氏集团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王总。李总，你要考虑清楚，我已经跟林生实验室签订了合作协议。李总，你要考虑清楚，我已经跟林生实验室签订了合作协议。闭嘴！少在这拿空头支票忽悠李总，你觉得娘会相信你吗？会吗？李总，我手里拿的是我们田辰药业和林生实验室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，资金和技术都由我来牵头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跟这种名不经传的小公司合作？王总，这协议上面的公章确实是林生实验室的公章，所以李总，你做出自己的抉择了吗？李总，如果你现在反悔的话，今天的投资可就……实在是抱歉，陆总，我要为我李氏药业的前途着想，我已经综合考虑清楚，我决定与王氏药业合作。李总，请你再考虑清楚，我们田城药业在海城可不容小觑啊。李总，你放心，有了我们的加持，李氏在海市绝对是领头羊的存在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比得上。李总，你今天的决定啊，真的很明智，请相信我，
跟着我们王氏药业合作，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发展前景。跟我们王氏药业合作，是你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不用说了，我决定与王氏药业合作。你简直太过分了！你一定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。王天一，商场如战场，输赢很正常。不过我劝你，做人做事儿留一线，日后好相逢。陆晨，还不赶紧滚！这里可不欢迎。我不需要你们欢迎，里面自有欢迎我的人在。陆晨，今天可是陆氏集团少爷26岁的生日，不光海城所有的豪门都会聚集一此，而且还是我们讨好陆氏最重要的一环。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进去。我呀，已经为陆家少爷准备了厚礼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我呢，再邀请他注资海氏药业联盟。我们王家呀，只会蒸蒸日上，而你们田辰药业只会被我吃掉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你怎么就这么能确定你一定会和这位陆家少爷成为朋友？我可是米国常青藤毕业的高材生，也是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乙级大学毕业的草包，你拿什么跟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比啊？看来王先生衡量朋友的标准是学历和社会地位。不过我想这位陆家少爷一定不会赞同你的观点。可笑，不认同我，认同你呢？看来我跟王先生没什么好说的，让开，拦住他！这小陈怎么还没有来？招商峰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是啊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要不我打电话问问？好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该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去看看。大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们走。这下陆晨和他的田辰药业算是彻底完蛋了。还是表哥厉害啊，一回来就搞定了这么大的项目。这舅舅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这回我爸一定放心让我全权掌管企业。喂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刚呀，王天一，我不是让你跟田辰药业合作吗？你怎么联合所有的生物药业公司带头孤立陆晨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带着大家一起赚钱呀！爸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马上呀就拿下云深实验室的专利，你呀就在家慢慢等着数钱吧。你这个败家子，你要气死我啊！现在立刻马上给陆晨道歉！爸，你让我给他道歉？不是，你怎么老向着姓陆的说话啊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你的私生子吗？他是你的私生子吗？你这个混账！本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外泄的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林深实验室的负责人……表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快入座吧。行了，爸，不跟你说了，峰会要开始了。林深实验室的负责人就是陆晨的姐。完了完了！没想到王氏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陆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放心，等会儿会有人求着让我们进去。小陈，峰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还不进去啊？峰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还不进去啊？自然是有人不让我进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谁不让你进去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场峰会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谁都可以不进去，唯独你不行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陆总，这场宴会是为你准备的。开什么玩笑！这不是陆氏集团和灵生实验室共同举办的吗？怎么可能是为你举办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们两个人拦着小陈不让他进去的。立刻派人来峰会门口。我可是王氏药业的人，你们敢动我？陆总，这不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吗？这家酒店是陆氏集团承包，他不就是……把这两个碍眼的东西给我扔出去。是。
小陈，你先进去，我和你三姐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尊敬的各位贵宾，很抱歉，因为本次活动最重要的举办人还没到，所以峰会暂时推迟20分钟。有没有搞错？作为主办方还迟到，让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干等着，怎么这么大排场啊？别乱说话，他可是灵神实验室的负责人，就算等等他是应该的。不得不说，这生日办的可真够豪华的。听说陆少是陆家唯一的儿子，十分受宠。所以说呀，一定要跟陆氏少爷结交好关系，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千万不要出现乱子。知道了。有请我们峰会的主办人陆月小姐上台致辞。陆月，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，好像在哪里听到过。这不是陆家二小姐，顶级科研教授陆月吗？她不就是？她就是出现在甜甜归国宴上的陆家二小姐陆月。大家好，我是灵生实验室的负责人陆月。灵生实验室的负责人，居然是陆家二小姐。我弟弟创办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，他苦恼于国内的生物医药科技要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公司，而刚好我正在攻克细胞基因的课题，他就求我帮他研制一份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遗传病的药剂。这款药剂竟然是陆教授专门为弟弟研发的，这陆家二小姐也太宠弟弟了吧！表哥，陆少竟然是咱们做生物医药的同行，太好了，这以后跟陆家少爷就有共同语言了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以你的才华跟能力，肯定能跟他成为好朋友的。我弟弟一心致力于要将国内的生物医药公司拧成一股绳，赶超国外。他甚至主动向一些公司提供资金帮助。可就在刚刚，发生了一件令人心寒的事情。我弟弟作为今天的主角，竟然被有些人挡在了会场的大门口，不让他进来。什么？谁呀？这么大本事，敢欺负到陆家少爷头上？就是，这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真是活腻。而此时的他，现在就在宴会厅的门口。不是说门口站的是陆少吗？怎么是舅舅啊？哎呀，逆子！爸，你干嘛打我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爸？你听我这个爸的话了吗？我今天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王家就彻底毁在你的手里了。爸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生气？我当初把公司交给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让你跟天成药业合作，我让你跟陆晨搞好关系，可是你倒好，背着我跟陆晨对着干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好样的！我以为说啥事儿啊？就这事儿？是啊，我就是不想跟他合作，怎么了？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都当成耳旁风了。你可知道陆晨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？哎，行了吧。我现在已经把海市所有的生物药业组成了海市药业联盟，我还把天神公司给踢出了局。到时候我就把陆神的公司给吞并掉。我这样难道做的还不够好吗？就是啊，舅舅，明明是陆晨故意打压价格跟大家作对，表哥才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领头人啊，他做的没有错啊。多亏了王总，我们这个联盟才能够成立啊。你们，你这个逆子！叫你现在立刻就跟陆晨道歉！道歉？你让我给他道歉？我呸！我凭什么给那个废物道歉？你就不要再说废话了，赶紧过去道歉！你知不知道陆晨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？走，过去！爸，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让我给他道歉，他哪是我的对手？哦，不对，他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。我是不会给一个手下败将道歉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赶紧过去道歉！要不然我们王家就真的毁在你的手里了。爸，你又打我，凭什么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赶紧过去道歉。走，我不去，我不会给一个学历不如我的人道歉的，我不去。站好。陆总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我把他带过来跟你道歉。王董，您言重了，这件事情与您无关。王先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你干嘛跟他道歉呀？他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怪我，他年轻气盛，不懂事，我代他跟你道歉。
我代他跟你道歉。王董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不会放在心上。不过，我希望王先生能学会如何尊重别人。毕竟在这个行业里，没有永远的赢家。跟王氏的合作，我不会再考虑。下面有请我的弟弟上台发言。哎，陆家少爷人在哪儿呢？刚刚说还在门口，怎么没看到？陆星，是陆星，是我女神。陆星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出头。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上次就想问你的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这里不欢迎。陆星，我是担心你啊，我害怕你被他给骗了。这个人他爱慕虚荣，城府很深的。这句话送给你们谢家很合适。陆晨，你不要以为请个明星就能给你撑腰了。这里是陆氏集团和林森实验室的招商峰会，不是什么演唱会。看来你们还没有搞清楚今天这场宴会的主角究竟是谁。我本来打算把你们丢出去的，但现在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知道真相后的样子。至于你，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。算了，三姐，我们走吧。你说什么？三姐？什么？他竟然是陆星的弟弟！宠弟狂魔呀！陆星好护着他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怎么能是他姐呢？我不是他姐，是你姐啊！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你粉丝啊，我喜欢你很多年了，你怎么能是他姐呢？我可没有你这种品行不端、喜欢造谣污蔑的粉丝。哼，我们小轩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喜欢你这种无德的明星？小陈，我们走吧。陆总，都是小二糊涂，破坏了两家的合同。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打他骂他都可以，可千万不能取消合作啊！爸，我看你才真老糊涂了吧？我已经创立了海氏药业联盟，今天我完全能拿下投资，到时候我就能拿下林森实验室的药剂。你没必要跟他们合作，他呀根本就不是我们一个级别的。王董，这次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王先生自己做出了选择，没问题吧？真是不识好歹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我是在救王家人的命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爸，你又因为他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如果要执意跟他们合作，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你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呐！你竟然相信一个外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完全有力拿下投资，到时候我要把他们田辰药业给吞并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！可笑，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可笑的事。陆总，我当初就不该把公司交到他的手里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判断失误。王董，本来看你一把年纪，我还打算跟你再次续约，但是今天王先生的表现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，所以我决定永远不跟王氏药业再有任何合作。永远不跟王氏药业再有任何合作！我呸！还不跟我们合作？以后你只有跪着求我的份。哦，不对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。都给我住手！这是首富的女儿陆飞呀，陆氏集团的陆总。又是你们欺负小陈。陆总你好，我是王氏药业的王天一。王天一，就是你组建了什么医药联盟，唯独把田辰企业踢了出来。是的，我呀组成了一个海氏药业联盟，让海氏的所有企业之间互通有无，规模呀日渐壮大。您完全可以投资我们的。至于田辰药业嘛，他们呀不配加入我们。至于田辰药业嘛，他们呀完全不配加入我们。陆总，尤其在林森实验室专利的加持下，我们的事业会蒸蒸日上啊！没错，陆总，我们的实力远超于田辰药业，跟我们合作是您最佳的选择。你们凭什么以为组建了什么联盟，我就要给你们投资呢？自从您继承了陆氏集团之后呀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，您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呀！我相信您呀，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你这话说的没错，我的决定一向正确。我的决定就是不给你们投资，不给你们投资。啊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凡是欺负我小弟的人，就是跟我们陆家为敌。大姐，大姐，小弟，
什么？他们是姐弟？姐弟？陆飞、陆晨都姓陆，难怪。这下可闹笑话了。王氏药业想要剔除田城药业，获得陆氏集团的投资，没想到人家是姐弟，这下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哦。你们是姐弟？如果他真是陆总的弟弟，那今天的生日会，今天的投资岂不是？陆先生，你真的是陆总的弟弟啊？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？我们陆家的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陆晨，你真的是陆家的少爷，首富的孙子啊？怎么可能？他要是首富的孙子，他就不可能刷盘子赚学费了。我不信，他以前上学的时候还在申请奖学金，他怎么可能是？看来你们对小陈的身份很是怀疑啊！我有兴致为你们解答。任何欺负小陈的人，我们做姐姐的绝对不会轻饶，更何况今年还是小陈的生日。通知下去，解除跟王氏药业以及谢家的所有合作，所有跟他们有关的企业全部终止合作，而且以后再跟王氏药业、谢家合作的，都是以我们陆家为敌。喂，什么？什么？所有合作商都取消了合作？王总，怎么办？陆氏集团突然取消和我们公司的合作。取消合作？不能取消合作呀，不然我们谢氏就完了。不能取消合作，不能啊！陆晨，我们有8年的情分，你那么的善良，那么的爱我，你不会这么绝情的，对不对？8年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些年就算我眼拙，8年的时间就当我喂了狗。滚开！谁让你碰小陈了？陆晨，这次是我错了，以前的事情是我的不对，但是你要是早说你是陆家的少爷，我也不会这样啊。这一切说到底，还不是怪你吗？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我真的很庆幸当年没告诉你真相，不然我绝对看不清楚你这贪慕虚荣、不择手段的样子。陆晨，把你脏手拿开！天天，看来这还是要变天了。王家、盛家、谢家彻底完了，谁叫他们惹谁不行，非要惹陆家。这陆晨可是陆家的独子，人家陆家人都是把他捧在手心里，这下是撞枪口上了。陆晨，求求你不要终止合作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没有怨言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你们谢家人，我没有打人骂人的习惯。陆少爷，我之前不该针对您，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我给您道歉，您原谅我好吗？够了，你也不用惺惺作态，你根本不是真心道歉，你只不过是不甘心而已。没有，我们没有。陆晨，你说你怎样才能解气？我们谢家都听你的。是啊，陆少爷，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做什么。王先生，你刚刚不是说只要你爸跟我签约，就要从你的尸体上踏过去？你还说，就算我跪下来求你，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。陆少爷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敢了，请您原谅我吧，陆少爷。小陈，不能心软，这种人绝对不能轻饶。爸，你救救我呀，帮我说句话呀。陆少爷，您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饶了我这次吧。啊，王先生，你爸的面子早在你刚刚3番5次羞辱我的时候就已经丢尽了。陆晨，陆晨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求你给我们谢家一次机会吧。当牛做马，你配吗？别碰我，我先走。刘总，我给你跪下赔礼道歉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谢氏。你们谢家不是最讲究门当户对吗？陆总，之前都是谢田撺掇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是闭嘴！监控都已经显示到了，就是你办到服务员泼酒的，真当我们陆家查不到？陆总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可以不要任何利润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们王氏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王董，你这是在侮辱我呢，还是在侮辱我们陆家？啊，不，都是小儿愚钝，求求你，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份上，够了，把他们都给我请出去！我不想再看到他们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把他们给我清出去。
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请出去！不想让他们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把他们都给我清出去！陆晨，你在高贵什么呀？你不就是站在家里才压我一头的吗？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死？你还没有资格在这里撒野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从今往后不得踏入陆氏产业半。爷爷，陈震，爷爷给你带来了当年你母亲给你留下的。陆老，我是谢家谢振国呀，看在当年我们生意往来的份上，谢家人，当年你父亲跪在我的面前求着我给他投资，我都没正眼看他。陈震，这些人打算怎么办？王氏医药恶性竞争，按照法律程序走。至于他们谢家，我想让他们尝尝被全网封杀的滋味。你不能这样，我姐可是德国。你姐？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吧？你姐就是一个在国外靠陪酒来换取科研资源的学术妲己。这些邮件截图需要我帮你发给媒体的。这不可能！来人，把这些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！陆导，陆导，等了半天了，小陈，该你上台致辞了。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，我们可以给小陈办生日宴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，爷爷。下面有请我们田城药业的董事长陆晨上台致辞。非常荣幸邀请到大家参加此次的峰会。今天我不仅要向大家介绍一款新研发的治疗基因的针剂，我还要邀请到更多的合作伙伴，一起把我们生物医药行业做大做强，攻克更多的癌症和遗传病。这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，也是奠定基石的一步。我相信我们生物医药行业一定会越来越辉煌。谢谢大家。我将投资2000万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，用于药物的生产和研发。同时，这也是给我弟弟的生日礼物，祝他26岁生日快乐。我将为弟弟投资1000万，做他的生日礼物。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这是你父亲母亲留给你的翡翠龙佩，今天转交给你，望你成家足治，户怀心安。谢谢爷爷，孙儿一定不负重托。小陈生日快乐！谢谢爷爷，谢谢姐姐们。爸妈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我会让更多的百姓用上更便宜更管用的药。小陈，这个是田城药业近3个月的财务报表，你为谢田创立的公司已经成功上市了。而且弟弟，谢氏集团终于撑不住，破产了。谢田之前学术造假的事情被人深扒出来，他现在已经成为整个生物医药行业的笑话了。谢田早就跟我没有了关系，他怎么样都与我无关。晨晨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以休息休息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累。还不够，我想让田城药业成为真正属于大众的药企，造福世界。你妈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为你骄傲。哦，这是爷爷给你个新计划，东南亚药业拓展计划，需要不需要爷爷给你帮忙啊？不用了，爷爷，我自己谈。不过，能不能借我点启动资金啊？臭小子，还跟爷爷谈钱，需要多少自己拿。